男子意外去世，獲得90萬撫恤金，然而卻被婆家人強行霸占，妻子帶着孩子上門討說法，不料卻遭丈夫哥哥的拳腳相向和辱罵。那麼這究竟怎麼一回事呢？以下故事以妻子為第一視角来講述事情的來龙去脈。我叫陳文娟，半年前我的丈夫张文遠意外去世，這對我和孩子們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。丈夫去世後，他的工作單位給了90萬的撫恤金，然而這筆錢卻被婆家人霸占了。我帶着孩子上門去討說法，卻遭到了丈夫2個哥哥的拳腳相向和辱罵。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對我。回想當時丈夫去世時還不到40歲，他的突然離世讓我們這個原本幸福的4口之家瞬間陷入了痛苦的深淵。而讓我更加心寒的是，公公在丈夫去世仅仅7天後就扬言要把我趕出這個家，還說撫恤金不會給我1分錢。我實在想不通，我到底做錯了什麼？婆家人的態度會變得如此惡劣。丈夫出事前是在高速橋梁上負責維修工作的，那天懸掛吊籃的鋼索突然斷裂，丈夫因為沒有繫安全帶，從高處摔了下來。等送到醫院時，已經被宣布腦死亡了。我當時只想讓丈夫能夠落葉歸根，所以就帶着他先回了家，而賠償的事宜則是由丈夫的2個哥哥去處理的。单位一共賠償了90萬撫恤金，後來剩下70萬，其中10萬給了公婆，另外10萬用在了丈夫的喪事和我們母子3人的開銷上。一開始，丈夫的大哥答應我，辦完喪事後會把剩下的錢一分不少的給我，可沒想到丈夫下葬3天後，婆家人就突然反悔了，他們不愿意把剩下的70萬賠償款存到孩子的戶头上，而是由大哥把錢存到了公公的名下。为了弄清楚婆家人的真實想法，我領着調解員來到了婆婆家。當調解員詢問婆婆我和她有什麼矛盾時，婆婆的情緒突然變得激動起來。婆婆說，兒子張志遠去世後的確獲得了90萬的賠償款，可她卻稱自己沒有拿到1分錢。我真的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這樣說。就在這時，張志遠的2哥文訓趕了過來，他情緒激動地指責我說，弟弟去世後我總是吵鬧着要拿到剩餘的70萬賠償款。為了讓我安心，他建議辦理1張共同卡來保管賠償款，也就是1張銀行卡有2個密碼，我和父母各設置1個。但是我拒絕了這個提議，因為2哥在提出這個建議的同時還提出了一條附屬協議，如果我丟下孩子外出打工，那麼10萬存款所得的利息就不會給我。我覺得這太不公平了，而且婆家人從來沒有真正關心過孩子的生活，現在卻打着為孩子好的旗號強行霸占丈夫的撫恤金，因此我們雙方就這樣吵得不可開交。這時公公表示有話要說，公公覺得我是在賣慘，他說兒子的保險費、工錢以及辦喪事的禮錢都給了我，之前還從90萬賠償款裡直接取了6萬元給我用作生活費，前前後後加起來一共10幾萬。可才短短幾個月的時間，我就以生活費不夠為由，急着要拿到剩下的賠償款。在他們看來，我這樣做是動機不純。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，我丈夫在世時因賭博欠了不少外債，公婆給的錢都被我拿去還債了，並不是私藏了或者揮霍了，這一點周邊的鄰居都知道。隨後調解員走訪了鄰居，在場的鄰居紛紛站在我這邊，指責張家人出爾反爾，先前明令承諾會把所有賠償款交給我，還許諾會好好照顧我們母子3人，可如今一個承諾都沒有兌現。隨後我的大女兒放學回到家裡，我在孩子面前強忍情緒，但眼淚還是止不住地流了出來。丈夫的突然離世讓我痛苦萬分，如今尚未長大的兒女是我活下去的希望和動力。一旁的女兒看見我淚流滿面，貼心地給我擦着眼淚，也說出了她內心的感受。她只是想要一個和睦溫馨的家，可這個並不過分的願望，此刻卻顯得那麼遙不可及。我坦言自己已經失去了丈夫的依靠，一個人照顧2個年幼的孩子，沒有經濟來源，母子3人的生活來源成了難題。所以我必須拿到剩下的賠償款，確保孩子們能無憂無慮地健康長大。可如今婆家人態度十分強硬，因此賠償金分配問題無法達成一致。讓人好奇的是，張家人為何如此不信任我呢？第2天一早，陳家2哥竟主動聯繫了調解員，稱有東西要給他看。原來是我把公婆告上法庭的起訴書。陳家2哥告訴調解員，因為剩餘的70萬久久沒能拿到手，我一氣之下將年邁的公婆告上了法庭。這樣的行為讓他們很氣憤。陳家2哥堅稱，他們只是想擁有知情權，並不是想霸占這筆賠償款。說到我的起訴，公公十分不滿。公公直言，這些錢是他兒子用生命換來的，現在我為了這筆錢，竟將他們告上了法庭，這讓他們不能接受。老人還說，自從我嫁進家裡後，他們一直把我當作女兒看待，
可我不僅不領情，還促使孩子不要和他們接觸，從而導致了一家人關係的疏遠。可話又說回來，如果真的把我當成閨女看，為何不妥善處理這筆賠償款？當初承諾會把錢交給我，現在為何又出爾反爾？然而，面對調解員的詢問，二哥竟直接否認了，稱家人從未對我做出過任何承諾，更沒有答應把賠償款都給我。在他們看來，我為了要錢無所不用其極，這都是我編造的借口和對自家人的污蔑。隨後，二哥坦言，之所以不把錢交給我單獨保管，並不是想占為私有，而是想通過這種方式來保障弟弟2個孩子的生活。現在孩子沒有了父親，他們就是孩子最親的家人。張家人為孩子着想確實沒錯，可不論怎麼說，我是張志遠的妻子，更是2個孩子的母親。賠償款不僅有父母孩子的一份，更有我這個配偶的一份。我有權利保管自己的一份，張家人實在不應該理所当然地把錢控制起來。就在這時，陳家二哥又說出另一個不信任我的原因。二哥說我曾經和丈夫離過1次婚，拋下2歲的孩子，不管不顧。雖然後來2人復婚了，但這件事讓他們一直耿耿於懷。面對婆家人的指責，我沒有否認離婚這件事，但當初跟丈夫離婚是有原因的。當年因為丈夫嗜賭欠了不少錢，我跟丈夫因此發生了激烈的爭吵，一氣之下就跟他離婚了。可離婚後的1個月內，我回家看孩子，每孩子看到我就哭得厲害，當時覺得孩子太可憐了。這時我跟丈夫才意識到離婚這個決定錯了，為了孩子，我跟丈夫立刻就復婚了。顯然，當年的離婚只是一時衝動，而且2人離婚1個月後就復婚了。婆家人明顯是在誇大其詞，把離婚當作不給賠償款的借口，實在是太可笑了。眼看婆家人如此欺負人，回到家，我實在忍不住拿着丈夫的照片失聲痛哭。相伴10年的愛人，如今天人兩隔，看着丈夫熟悉的模樣，我難掩悲痛。我哽咽着說，丈夫在出事的前1天還曾打電話回來，說他特別想家。可我萬萬沒想到，那是和丈夫的最後一次通話，丈夫以如此悲傷的方式回了家。曾經約定好過年拍全家福，如今卻成了永遠的遺憾。這個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已經不在了，如今我必須堅強振作起來，為2人的孩子遮風擋雨。好在母親是站在我這邊的，這讓我悲痛的心裡有了一些安慰。母親說我年紀輕輕就遭受喪父之痛，而婆家人還不願把賠償款交出來，對於婆家人的不信任，她也覺得十分可笑。在母親眼裡，我才是最受委屈的一方。她說我和丈夫結婚多年，經常吵架，丈夫還動手打過我，可是我還一直安心守在家中相夫教子，如今又怎麼會忍心拋棄已經失去父愛的親生骨肉呢？她覺得張家人就是在故意刁難我。女婿的突然離世本就讓我的母親十分傷心，而陳家人前後態度的轉變則讓她氣憤不已。她哭着表示要跟我一起去討回一個公道，然而孩子是無辜的，她也希望一家人和和氣氣的協商，共同把孩子撫養成人。可這樣的心願還能實現嗎？已經失去了信任的一家人，還能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解決矛盾嗎？為了進一步調解矛盾，調解員聯繫上了張志遠的大哥。得知此事後，張家大哥特地從廣東趕了回來，一見面他就表明了家人的立場，2個小孩所分的錢必須是共同管理，他們主要是擔心我把這個錢拿走。張家大哥依然拿我跟丈夫離過婚當作把柄和借口，還是擔心我拿到錢後會改嫁，離開2個孩子。再次面對婆家人的不信任，我很是氣憤，於是跟他們據理力爭。張家大哥還表示，我作為孩子的母親，雖然享有法定的監護權，但是自家人並没有虧待我，也給了母子3人足夠的生活費。顯然在婆家人眼裡，我還很年輕，肯定會改嫁，即使我做出永不改嫁的承諾，婆家人也不相信我的一面之言。而聽到大哥這樣的懷疑，站在一旁的我十分委屈，忍不住和婆家人爭吵起来。在激烈的爭吵中，双方開始推搡拉扯。大女兒看到母親被伯伯推了一把，急忙上去擋在前面。在此刻，一家人已經成了仇人，向彼此發洩着不滿和恨意。2個孩子見母親挨打，被嚇得嚎啕大哭。眼看現場的情況越來越混亂，調解被迫終止。待雙方情緒穩定後，為了化解僵局，調解員來到當地司法所，並聯繫上了村裡的村幹部，希望在3方的努力下成功解決這場糾紛。我不願與婆家人走到對簿公堂的地步，
因此我決定退讓一步，就共同管理賠償款的辦法共同協商。但很可惜，張家人拒絕了這次調解，沒有一個人到達調解現場，最終調解以失敗告終。張家人主張共同管理賠償款的想法的確情有可原，但錢不應該存在老人名下，應該存在2個孩子名下，這樣才能打消彼此的顧慮。如今婆家人不願協商，也不願把錢交給我，我只有去法院起訴這一條路可走。面對這樣的結局，我感到十分難過。我來到丈夫墳前，抑制不住心中的悲傷，放聲痛哭。我知道人生有離別，但夫妻相伴10年，我怎能承受突然的生死相隔？我相信法律會做出公正的判決，也希望自己為了2個孩子能夠振作起來，好好生活。